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2017年，陕西某县的一所高中内，正值午休时间，高二教室的后排，周元无意间发现坐在他前面的张婷婷脸色惨白，手紧紧捂住腹部，低声呻吟。周元立刻紧张起来，问道：“婷婷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”张婷婷却无法回答他，唇色苍白如纸，额头布满细密的汗珠，她痛哭得浑身发抖，突然站起身，慌乱地冲出教室。周元愣住了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他注意到张婷婷的座位上有一滩鲜红的血迹，血迹刺痛了他的眼睛，心头猛地一沉，立刻起身，拿起纸巾追了出去。张婷婷没有去卫生间，而是跑向学校操场后面一条鲜有人质的小巷。周元心中满是疑惑，但不敢停下脚步。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巷子，突然听到张婷婷痛苦的叫声，他加快脚步赶过去。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，张婷婷躺在地上，满脸泪水，地上沾满了鲜血，在她的腿间，一个小小的身体蜷缩着，全身褶皱，竟然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。周元完全无法消化眼前的事实，手中的纸巾无力地飘落在地。天哪，婷婷，怎么会这样？周元的声音颤抖着，他试图靠近，但被眼前的景象吓得不知所措。张婷婷已经半昏迷，气息微弱。周元知道情况紧急，连忙跑回学校向老师报告：“老师，张婷婷她……”周元喘着粗气，话语中满是急切和震惊。老师立刻反应过来，迅速拨打了急救电话，并组织教师前往事发地点。很快，急救车赶到，医护人员将张婷婷和婴儿紧急送往医院。学校里一片哗然，学生们纷纷议论着这起突如其来的事件。在医院里，经过紧急抢救，张婷婷和孩子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仍需进一步观察。随着事情的发展，张婷婷背后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。医院里，婷婷的父母：“我的女儿怎么会怀孕，还在学校生产？你们学校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”望着病床上苍白虚弱的女儿和旁边呼吸均匀的婴儿，婷婷的母亲几欲昏厥。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竟然在16岁时经历了如此荒唐的事。张婷婷是高2的学生，因为家离学校较远，平时住校，周末才回家。她一向乖巧听话，学习上也非常认真，从不让父母操心，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然而，最近一段时间，张婷婷回家后总是沉默寡言，独自待在房间。张父张母察觉到她有心事，但每次询问，女儿总是轻描淡写地说学习压力大。父母心疼她的努力，叮嘱她注意身体。张婷婷点头答应，表示自己会调整好状态。可是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，女儿身上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张父张母怀疑女儿是被人欺骗，情绪激动地质问学校，校方也满脸困惑，解释说张婷婷在学校内向沉默，几乎没有朋友，也没和哪个男生走得近。她平时喜欢穿宽松的衣服，再加上有些婴儿肥，因此没人注意到她怀孕。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出婷婷的孩子父亲到底是谁。婷婷这么好的一个女生，为什么会怀孕？张家父母坚决认为张婷婷遭到了欺骗，之所以有这事儿，这一定是那个男人的错。等到张婷婷醒来后，张母立刻询问女儿这一切究竟怎么回事，那个男人是谁？张婷婷看到担心的父母，
心里也十分难过，眼泪止不住的流，却一直摇头，拒绝透露对方的身份。问多了，他就让父母离开。医生说可能是孩子情绪不稳定，建议他们暂时不要再打扰他。父母只能点头同意。然而，张婷婷在学校生子的事情已经曝光，她又不肯说出真相，外面传出了许多难听的流言蜚语，大家都在指责她，说她不知廉耻，早就和那个男人搞在了一起。还有人猜测男生的身份，言辞刻薄。张母每每听到这些话，心如刀割，与人争辩，说自己的女儿不是那种人，但女儿迟迟不肯说出孩子父亲的身份，这让父母心急如焚。几天后，张婷婷的情绪逐渐稳定，父母和老师纷纷前来劝说她，希望她能早日说出对方的身份，这样对她和孩子都好。在众人的劝说下，张婷婷终于点头同意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校方领导、张婷婷的老师、警察以及张家父母都聚集在医院等待。张婷婷看着紧紧握住自己手的母亲，心里很紧张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张母一直在等待她的回答。张婷婷环顾四周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突然又低下头去。张父见状，走上前：“婷婷，这孩子的父亲是谁？你告诉我们，爸爸会替你做主。”听到这句话，张婷婷似乎又有了勇气，紧握双手，再次抬起头，眼神坚定。她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大家屏住呼吸，等待她的回答。突然，她的目光停在一个正要后退逃离的人身上。张婷婷脸色苍白，指着那个人喊道：“是他！”众人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发现一个穿着花色夹克、戴着帽子的年轻人。他见状转身想跑，却被张父等人抓住，押到了张婷婷床前。年轻人试图辩解，但大家都觉得他行迹可疑，而且张婷婷亲自指认，他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。这个人我好像见过。班主任刘老师盯着年轻人看了许久，喃喃自语。在一次打量后，他终于想起来了：“你不就是那个经常在学校外面徘徊的人吗？”几个月前，刘老师发现班里的优秀学生张婷婷上课心不在焉，之后又无意间看到她和这名叫李明的年轻人走得很近。刘老师曾询问过张婷婷，但她说两人只是普通朋友，一起玩玩而已。刘老师听后虽然心存疑虑，但也没有多想，只是暗中观察李明。刘老师发现李明并不是学校的学生，而是个无所事事的小青年。他虽然年轻，却已经辍学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刘老师询问张婷婷和李明是怎么认识的，张婷婷不愿多说，这让刘老师更加怀疑他们的关系。有一次周末，刘老师看到张婷婷和李明手牵手走在一起，有说有笑，心里更加不安，觉得二人关系非同一般。出于对张婷婷的关心，刘老师联系了张父张母，说了此事。虽然对自己的女儿很有信心，但是对老师的叮嘱还是没有掉以轻心。父母对此感到意外，问了婷婷，她却说是在校外偶然认识的，没有特别关系，让他们不要多想，信任女儿，觉得她不会做出格的事情，就让她不要再和李明来往。张婷婷答应了，他们也就没有再放在心上。在与同校学生李胜的交往中，张婷婷逐渐与他拉开了距离，努力恢复到原本的学习状态。然而，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，张婷婷与李胜最终还是发生了关系，甚至怀上了孩子。这个消息让学校领导和教师们感到震惊和无奈。
学校的学生众多，难以照顾到每一个人。校领导也表示，张婷婷的身材特征使得她的怀孕未能被及时发现。张婷婷个子不高，身材较胖，即使怀胎10月，也没有引起周围人的注意。得知张婷婷怀孕的消息后，李胜前来病房探望，但面对张婷婷父母和警方的调查人员，他感到恐惧和无助。李胜想要逃避现实，但被张婷婷指气。面对张婷婷家人的质问和责备，李胜只能结结巴巴地为自己辩解：我对不起她，我们当时也不懂事。张婷婷眼中噙着泪水，低下了头。她明白自己的怀孕生子一事已经在校园内传开。曾经的她渴望通过学习改变命运，成为更优秀的人，但现在她已失去了继续返校读书的勇气。张婷婷回忆起自己怀孕后的经历时，表示当时并不知道已经怀孕，等到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。她曾试图联系李胜，但对方却不知所踪。无奈之下，她只能独自面对这一切。没有钱，也不敢去医院，不想被任何人发现，就这样坚持到生下孩子。李胜虽然表示愿意负责，但他不过是个毛头小子，家境一般，父母离异，根本无法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。最终，张婷婷的父母决定自行抚养孩子，将李胜赶走。虽然事件暂时得以解决，但张婷婷的未来却变得扑朔迷离。学校方面也承认了在性教育上的不足，决定举办青春教育讲座，并为女生们进行全面的体检。然而，对于张婷婷的后续安排，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。这一荒诞的事实给每一位教育者和家长敲响了警钟。张婷婷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不幸，更是整个教育体系和社会责任的反思。学校应该加强青春期教育，家长也应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和正确的引导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避免更多像张婷婷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。每一个年轻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，而不是在青春的道路上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。青春本应是梦想起航的时刻，是充满希望和无限可能的阶段。然而，现实却往往迫使我们在追寻梦想的过程中，承受超出年龄的重压和代价。性教育和早恋是初中生成长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，不仅仅是关于生理知识的传授，更应包括情感、责任和伦理等方面的教育。对于初中生来说，他们正处于青春期，身体和心理都在快速发展，对性和情感的好奇和探索是自然的。然而，缺乏正确的指导和教育，可能导致他们在恋爱关系中做出不成熟和不负责任的行为。学校和家庭应共同承担起性教育的责任。在学校，性教育课程应当科学、系统且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，帮助他们了解性生理、性心理以及性行为的后果。同时，学校应当营造一个开放和安全的环境，使学生能够放心地提出疑问并得到专业的解答。家庭教育同样至关重要，父母应以开放和支持的态度面对孩子的性和情感问题，避免羞耻和恐惧的氛围。通过与孩子进行真诚和建设性的对话，父母可以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性观念和健康的情感关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